你做什么？你是个杀人凶手！True beauty deserves to last forever. 警察，放开他！把枪就过来，要不然我就勒死他。好。驻检察官， David Wong， 你涉嫌企图谋杀，现在逮捕你，回警局协助调查。朱检察官，驻检察官醒醒！驻检察官，朱检察官，驻检察官醒醒啊！啊！是你们推我进地狱！可以。舒恒，你怎么出来了？你们的2位邻居愿意帮舒恒作证，在26号晚上看见舒恒在你们家的庭院，加上 David Wong 被捕了，杜检察官认为证据不足，同意放了他。为什么做这么危险的事？是我坚持的。舒恒肯定是被人栽赃，他不会有事的，我们要相信他。你现在亲眼看到舒恒被诬陷，还相信公平正义吗？我不能眼睁睁看着舒恒被冤枉。人有的时候为了保护自己，就要用一点手段。对聪明人来说，法律就是个工具。如果我们不主动出击，那就只有坐以待毙。我比任何一个人都希望舒恒没事。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那个凶手。我不管他是谁，绝对不会放过他。I hope you like it. 哇，好美 ！David， 你真会选礼物哎。I'm so sorry. I'm so sorry. 不要想这么多，不管发生什么事 ，I'm here for you。这件裙子是 David 送我的，这一切不是巧合。我相信是他杀了我妈，而我也是他的目标。你想把自己当鱼饵？不行！如果 David Wong 真的是凶手，你会很危险的。他杀了我妈和曼妮，
现在还冤枉舒恒，我不能什么都不做，等他来对付我。你可以交给我们来调查，我们会保护你的。保护我最好的方法，就是合作逮捕 David。我愿意冒险，承担所有后果。你不该为我冒险。我不怕。多亏周检察官这么勇敢，警方才能抓到 David Wong。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有心机、这么可怕的人。警方本来想要把监听器安装在我的手机里，结果发现有人偷偷下载了定位追踪 App。一定是 David， 难怪他经常出现在你身边，根本就不是巧合。为了不引起 David 的怀疑，我们保留了追踪 App， 把监听器放在手表里。刚才真的很险，我们按照计划躲在 David 家外面监听，听到 David 把信交给最美 DPP 之后，没声音，幸好 Sir 哇当机立断，他自己偷偷潜入 David 家哎。后来我们听到 David 利用周检察官的性命威胁Sir把枪交出去，我们多担心，立刻冲进去都来不及。幸好Sir早有准备，枪里根本没有子弹。Sir， 谢谢你。应该的。哎，Sir 救了你姐姐，你就一句谢谢而已啊。可英不是我姐，她是我女朋友。我还要审问嫌犯，就不打扰你们休息了。啊，我们要先走了。他不是跟 Sir 在一起了吗？是老鼠跟他的姐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会痛吗？医生说没什么大碍，愈合过几天就会散了。你现在终于知道，我每次看到你受伤，心里有多难受。记住这个感觉。Sir，我犯了什么法？你们要抓我？不要装失忆，你是因为企图谋杀周可英检察官才会被逮捕的。什么 ？Impossible！ 我这么爱可英，我怎么可能伤害她？我进入你家的时候，亲眼看到你用力掐着可英的脖子，你还威胁我交出枪。要不是我之前把子弹拿出来，我跟可英可能都没命了。我掐住可英的脖子。天哪！我竟然做过这样的事！难道我的病又发作了？你有什么病？我的童年很不幸福，我没有爸爸，妈妈因为被抛弃，精神不好。She had bipolar disorder and ended her own life。我因为这些创伤，情绪激动的时候会做出平时不会做的事，而且我不会记得。Doctor says I may have 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。我只记得可英来我家，我们坐在沙发上聊天，我很开心。然后我看到你闯进我家，拿枪指着我，吓死我了。Sir， 麻烦你代替我向可英道歉。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那个人不是我。那你说，你为什么会有姚曼宁的奖章和信？之前曼宁有来找我，她说她的心情不好，我陪她聊了大概半个钟头吧。她离开我家之后，我才发现她把东西留在我家。我们查看你家路口的 CCTV， 看到姚曼宁在9月26号傍晚6点27分，乘坐私招车来到你家，之后的几个小时都没有看到她离开。我家还有一个后门，可以从那边进出。可是我的后门没有 CCTV。OK， 26号晚上，姚曼宁离开了之后，第二天晚上呢，你去了哪里，做了些什么？我在家，一直到第二天下午3点才出门。就你一个人在家，
还是姚曼宁根本就没有离开？是你杀了他！没有。那段时间，我跟一个女人在一起。是26号晚上7点到隔天的下午2点，我都一直跟 David 在一起。我们看过 David 家外面的 CCTV， 没有看到你。你是开车去还是坐的士？我坐公共交通，然后从他家的后门进去。David 不是很想有人知道我们的关系。你们都单身，为什么怕别人知道你们是男女朋友？我不是他女朋友。我知道他有喜欢的人，不过我不介意，因为我爱他。他是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。所以26号晚上，你们一整晚都在一起，都没有分开过？是啊，我一直在他身边。整间房子都找了好几遍了，还是没有找到任何证据来证明 David 跟姚曼宁的死有关呢。还有那个黑泽波帮 David 做时间证人，现在只能控告 David 企图谋杀州检察官。本来以为那家伙装可怜，说童年有多么的不幸福，没想到根据美国警方提供的资料，他说的是真的。我才不信他有什么解离性身份障碍嘞。他骗不过精神科医生的。问题是，他胡说一通，我们又没有证据证明他有杀人动机，州检察官又没事，搞不好他坐几年牢就出来了。难道真的要让这个杀人犯逍遥法外？我就不信他杀了这么多人，一点证据都没有留下来。这个世界没有完美犯罪。只要我们不放弃，就一定能查出真相。我们通过3D 扫描技术，把这件艺术品的资料转给国际刑警。经过比对，艺术品中的这个吊坠，相信属于何静云，也就是周可盈的亲生母亲。而这个耳环，也跟法国案件中的死者自制的耳环一样。原来这些东西都是 David 从受害者的身上收集来的战利品。难怪他保留姚曼宁的奖章，那也是战利品啊。有20多个，也就是说他前前后后杀了20多个女人。这家伙太会装了，而且还有那么多女人对他死心塌地，没想到他竟然是个连环杀人魔。这一次我们抓到他，不能放过他。莎莎 ，David 送给可盈和姚曼宁身上的白色裙子有什么线索？这2件裙子是同个品牌，我们查到是 David 先后在本地同一家店购买的。今年8月1号买的，送给了周可盈。姚曼宁身上的那一件是在9月10号买的。这只能证明裙子是 David 买的。他大可说之前已经给了姚曼宁。Sir，我有个发现。我重复看了9月26跟27姚曼宁公寓走廊的 CCTV， 我觉得这个黑衣男很可疑。他出现的时间点在舒恒姐弟俩的前后，他提着那么大一个行李箱，而且他的身形跟身高都蛮符合 David。这个人真的很像 David， 这可能是破案的关键。可是根据黑泽租住的祖屋电梯 CCTV， 他是在26号下午5点离开，27号下午3点才回来。看他提行李箱的样子，感觉很重，会不会已经装了姚曼宁的尸体了？那他为什么要提着尸体到处走？不用再猜了。永明、天池、Ivan， 你们继续调查周围的 CCTV， 追踪这个黑衣男，注意这个行李箱。莎莎、艾玛，你们继续调查黑泽的口供，看能不能找出说谎的证据。Yes, sir。很浓郁，好喝。周爸，你最近工作忙，很晚睡，你也多喝点。好。哎，这曼宁一出事，大家心情都不好，一时间又找不到那么有能力、又熟悉案子的律师。我被调到别组调查一起地下赌场伤人案，没有办法查曼宁的案子。
我是受害者，有关于 David 的案子都不能碰。哎，对了，今天下午我看到你的同事来找衣服，问他 Hazel 26、27号2天的行踪。David 应该是找了 Hazel 做他的实践证人，以证明他跟曼宁的命案无关。David 一直很小心，不在尸体上留证据。如果还有实践证人，那就更难证明他是杀害曼宁的凶手。如果没有办法证明 David 有蓄意谋杀可盈的意图，他很可能会被轻判成蓄意伤人罪。如果找不到 David 涉及曼宁命案的证据，他就会被保释。那你会很危险。有你保护我，我一定会。只有证明黑泽在撒谎，推翻 David 的时间证人，刑事对我们才有利。那Eve知道黑泽那2天的行踪吗？他告诉警察，他什么也不知道。他是真不知道，还是不想要帮警方？真假不重要了，这事我来处理。周爸，你又想做什么？你不用管，我只想保护好我的家人。不行，我不能接受你一而再的伪造证据。伪造证据是妨碍司法公正，是犯法的。我不需要你教我什么是犯法，什么是不犯法。David 如果被保释出来，你能每一分每一秒陪着可盈，保证他不出事吗？虽然我不可以每一分每一秒陪着可盈，但我一定会尽我全力保护他。周爸，我们不能知法犯法。我相信，只要 David 有做过，警察一定会找到证据的。你们真的是太天真了。这个世界上有多少悬案、冤案？公平正义那是骗人的鬼话。我只相信我自己。爸到底做了什么？如果有一天我真的犯了法，你会抓我吗？我是警察。如果你不是警察呢？我们要做对的事。周爸，我答应你们，不插手 David 的案子。爸，我有抒情障碍，就是在识别和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感受方面有困难。成因有很多，树亨的情况是先天的。小时候一些不愉快的事情，让他在感受方面更封闭自己。你从小是不爱笑闹、不爱哭，可是你妈有带你去看心理医生，医生只是说你个性内向，让我们多关心你。大家对抒情障碍的认识不深，他这种情况也很少见，所以很难察觉。我们也是最近在 Dr. Su 的帮助下，才发现和了解他的问题。你待人冷漠、爱理不理，对很多事情没什么反应，这些都是因为这个障碍啊。小时候你和妈为了我吵架，妈常躲起来哭，甚至伤害自己。同学们因为我安静排挤我，其实我心里也有很多感受，但是我不明白，更不知道要怎么说。14岁那一年，我跆拳道第一次比赛得到冠军，你称赞我做得好。有一次我们一家去钓鱼，我们一起钓到这么大的一条鱼，你很开心，我们还拍照。还有一年去爬山，我跌倒，你背着我走到山下。其实我心里有很多话要跟你说，但我不知道要怎么说。如何？原来你都记得。你还教过我们一句话：
It is the sense of justice that makes us men, not beasts. 做人要有正义感。舒恒会当警察，我会成为检察官，都是受你的影响。希望你可以承担做过的错，我会一样尊敬你。周爸，我相信你不会再让我们失望了。是啊，你们还有什么问题要问我？我们已经找到了证据证明黑泽波在说谎。根据 Eve Choi 的口供，9月26号下午，他把黑泽叫去他家整理会议资料。Eve 之后离开去约会。27号晚上回来的时候，发现黑泽完成工作，已经走了。停在 Eve 家外面的车记录了黑泽进出的时间。我们也找到了2名送餐员来作证。 他们在26号晚上和27号早上送便当到 Eve 的家，交给了黑泽。黑泽一直在 Eve 的家，不可能跟你在一起。真实情况是，姚曼宁来找你的时候，根本没有离开过。你掐死了他，处理了他的尸体。第二天，你利用姚曼宁的钥匙进入公寓，再用手机联络周可来见面。I'm sorry. 那天跟我在一起的不是黑泽。 It was some girl I picked up in a pub. I can't even remember her name right now. Just let me think about it, okay? 那这2条白色的裙子，你应该记得吧？这2条裙子是我买的，一条送给可盈，另一条送给曼宁，就是他来找我的那一天。我们还发现一个长得很像你的人。 在27号早上，拉着一个行李箱出现在曼宁住的公寓。这么大一个行李箱，刚好可以用来装尸体。Looks like imagination is truly working overtime, officer. 警察查案不靠想象，我们真的找到了这个行李箱。 我们在行李箱内部发现姚曼宁的头发，还有你的指纹。没错，行李箱是我买的，连裙子也是我买的，都是送给曼宁的。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，姚曼宁离开你家之后，有人掐死了她，帮她换上你送给她的衣服，然后再用你送给她的行李箱来藏尸，埋尸的时候留下了舒恒的手帕，故意嫁祸给她。Maybe. How would I know? 你家的摆设很特别，这么多东西凑在一起，很有艺术感。我们已经知道你的杀人手法、选择的对象，加上国际刑警协助调查，要找到这些受害者，只是时间的问题。你中文不好对吗？我送你一句话。 天网恢恢，有什么话等着在法庭上跟法官说吧。律师楼的事情差不多都交代好了，以后我有大把的时间煮饭给你们吃。那我们有口福啦。每天这样吃会不会变胖呢？如果我变胖，你会不会嫌弃我啊？不会，你可以每天陪我跑步。还说不嫌弃？跑步啊，我陪你们一起去啊。我们已经很久没有一家人一起出国旅行啦，不如你跟我们一起去北欧看北极光。好，等我这案子告一段落再说。爸，我们等你。好，吃吧，吃吧，吃吧，啊。
David Wong， 我是司法精神科医生 Dr. Su。我们在这里的谈话是保密的，不过行为举动是被监控的。所以你是来帮我的？只要精神鉴定报告说我有严重的精神病，我就不用坐牢，我可以待在医院接受治疗。你让我很失望。I'm so sorry, Sue。是我高估了你，我费尽心思为你铺好路，你竟然搞不定他，还把不相干的人杀了。其实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我已经察觉到你的不同。当时机上的乘客，有的受伤流血，有的吓哭了。你冷漠厌烦的眼神一闪而过，不过还是被我看到了。我记得那时候，大家都很害怕，你的手也在流血，可是你很冷静。我那时候就觉得你很特别，难得遇到像你这样的 psychopath。我本来只是把你当成一个研究对象，没想到我竟然发现，你就是静云的男朋友。嗨，哎，Susan，come on in。对不起啊，要你等我处理一个紧急事故，那个小白红。好的，你忙你的。啊。我也有同样的项链，是我和静云一起买的。静云是我以前的女朋友，那又怎么样？我找人查了你的背景，你在静云之前交过的女朋友，样貌都跟静云十分相似。你没有爸爸。你妈妈有严重的精神疾病，选择自杀。你讨厌被心爱的女人抛弃，所以当静云想要离开你的时候，你就杀了她。你杀的女人不止静云，你还收集他们的贴身物品当战利品。I'm impressed。可惜我没有证据，所以我决定回新加坡。所以我决定回新加坡。Dr. Su 你好，我是可盈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你好，请坐。这么巧 ，Dr. Su 你也来上课？我是来这里学瑜伽的，你呢？我要去上课了，改天再聊啊。拜拜。你这条丝巾很漂亮，尤其是丝巾上的花。是朋友送的。你这位朋友很有品味。手表也是他选的。让你走一趟真不好意思啊。没关系，这么好吃的蛋糕我也想尝尝。我看到了，我现在进去买。谢谢你啊。I'm sorry.
I'm sorry. Is it broken? If it's broken, I'm more than happy to replace it for you. It's okay. 他们在西雅图郊区的树林发现鱼雀骸骨，法医初步判定死亡时间超过20年，是亚裔女性，身份尚在比对中。包皮社会如生怀疑就是姐的妈妈何静云。你说我妈已经……怎么可能？静云死了？你会去西雅图一趟吗？我会跟舒恒一起去。我可以陪你们一起去吗 ？David， 我要陪可盈去西雅图，需要我帮你带什么东西回来吗？静云是你的 first kill， 从你看可盈的眼神，就知道你上钩。So you were setting me up all this time？ 为什么？因为我杀了静云。没想到吧？最后还是没人爱你。 你这个人渣！你把我推过一下！I'll kill you! I swear to you, I'll kill you! I'll kill you! Come on, I'm gonna kill you! 我想你了。 Dr. Su， 为什么约我来这里啊？听说校园要翻新，想要来这里拍照留念。我们选了一把吉他，想送给你。跟我以前的吉他很像，你们会弹吗？ 记得小时候家里有一把吉他，但是从来都没有看过爸爸碰它，可能是因为妈妈离开了，他不想再弹。我来教你们吧。你把无名指放在这里，就是 C chord 了。再把无名指放在这里呢，就是 A chord 了。A。不错哦，你的学习能力很强哦。 Dr. Su， 可以帮我们拍张照吗？没问题啊。我教你。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 Dr. Su， 我有件事需要你帮忙。什么事？舒恒呢？他上一下洗手间。你还有哪里想要逛逛的？我想看一看我以前的宿舍。 可盈，从小大家都觉得我很怪，我也觉得自己很怪。在发现我为什么会这样之前，我很幸运能够遇到你，
一个懂我、接受我的人。静云，遇见你是我最大的幸福。我想一直牵着你的手，这辈子都不放开。做我女朋友，让我保护你，给你幸福。Dr. 苏，记得你喜欢校园的nasi lemak，我让舒恒去买。好啊。你是不是见过 David？你是不是见过 David？ 这一切都是你故意安排的。是 David 告诉 Victor， 只要能见到我，就愿意说出曼宁被杀的真相，我才去见他的。曼宁。要不是他看到我和静云而上，他也不用死。曼宁是无辜的，你真的恐怖，你根本就是一个恶魔。No， 还有一个比我更恐怖。She knew about me right from the start. If it weren't for her, we never would have met. David 没有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要利用他来对付我，要我自己找答案。所以我就计划今天的行程，就是要看到你的反应。居然能带动我的情绪，低估了你。为什么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恨我吗？你知道我一直把你当亲人一样看待，没想到你从一开始就在布局。我们都是你的妻子，任你耍，任你玩弄。失去了这一生的挚爱，最后换来的只是失去，是绝望，是永不愈合的伤。当然恨他，是他已经不在了。伤害我，真的能让你的伤口愈合吗？我能感觉你对我的好都是真心的，不要一错再错。你可以重新再来的。Dr. Su，
倘若真相会说谎，那又何妨？不哭不笑的装，不偏不倚的装，像迷路的光，失去了方向。一页一页翻遍遗憾的过往，如果谎言被释放，埋葬我的手，大叔，至死不渝的话，我却在你身上看见了黑暗中的光。可英，你醒了。你哭了。你喜欢铃兰花？它娇小白皙，却能在阴凉潮湿的地方茁壮成长，经得起风吹雨打，不容易屈服。其实很多人看过它，但是只有少数人知道它的名字，更没有几个人懂得它的花语。幸福归来。人生中幸福的事很多，但是遗憾的事也不少。幸福不是你牢牢抓住就会属于你的。今日爱恨交织，命运还在彷徨，不曾投降退让，遍体都是伤，就让黑夜归还彼此的遥远的愿望。昨日海誓山盟回忆太惆怅，今日爱恨交织，命运不再设防，无缘成家。